各位朋友，大家好。最近河南郑州的这场大水，我想是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对那些在这场灾难中失去生命的人们，我们很想说祝愿他们安息。但是呢，我也知道他们无法安息，毕竟这是一场飞来横祸。不管这是天灾还是人祸，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这些人呢，有些是父亲，有些是儿子，有些是母亲，有些是女儿，有些人是家里的顶梁柱，有些人是全家的希望。他们无法安息，我想他们肯定还有很多的事要做，还有很多的梦想没有实现，还有很多的牵挂，同时他们也是他们家人的牵挂。对一个家庭而言，一个亲人的失去很可能就让这个家庭永远生活在痛苦之中。所以我知道他们无法安息，但是我也不知道除了愿他们安息，我还能说什么。我也不想在这里喊什么口号，说什么河南挺住，郑州挺住。河南也好，郑州也好，不过是一个地名。洪水过去以后，河南还是河南，郑州还是郑州，不用挺也挺得住。而对于那些逝者的家属，失去的就是失去了，再也回不来了，何必还要他们挺住呢？就让悲伤逆流成河，又有何妨？而对于那些为了减轻自己的责任，就说什么这是5000年一遇的大洪水，对于这些人，我想说，你脑子里的水可能才真是5000年一遇的。另外啊，我还想说一下，一直以来呢，就存在着一种地域歧视，特别是对河南人的歧视。我也不知道这种风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呢，我相信肯定不会是自古以来的，因为在历史上，河南这块地方是人杰地灵，也曾经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中心，所以历史上不会有人敢歧视河南人。我看了一些网上的视频，看到很多的河南人自发的去参与救助活动，有时候甚至是把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在这里呢，我想应该为河南人点一个赞。其实不光是对河南人的地域歧视，对任何一个地方人的地域歧视，我觉得都应该休矣。毕竟同是红尘悲伤客，莫笑谁是可怜人。在历史上啊，有些人物是被故意抹黑的，就像我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提到的元稹。还有一些人物呢是被误解的，误解就并不是有意的了，而是大家觉得他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呢他却不是。比如说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这个人物辛弃疾，如果后世的人谁敢当着辛老爷子的面说您是一位词人，那你就要小心了。辛大爷脾气不好，可能马上就怼回去说你才是词人，你们全家都是词人。可毕竟全宋词中收录了辛弃疾差不多600多首词，数量上是居各位词人之冠，而且又是与苏轼齐名的豪放派词人的代表人物。说他是个词人绝对不过分，为什么他会生气呢？这是因为辛弃疾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词人，甚至是把自己当做一个文人。如果你问他本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告诉你，大爷我是战士，是将军，手里拿的应该是刀是枪，不是笔。至于写词，这纯粹是辛弃疾的副业，那是他在心中郁闷无聊的时候借以消遣。没想到这么一消遣就写了好几百首，没想到自己一下子就成了一代词人。这虽然是意料之外，但是呢，这也没有让他觉得沾沾自喜，反正这也不是他的毕生追求。辛弃疾这个人呢，常常会令我们觉得出人意料。在作词方面，他是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能够写出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的豪放的词句，同时呢，又能写出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这样的婉约词句，让人感觉好像是在岳飞的身体里住着一个李清照这样一个矛盾的结合体。我们印象中的文人形象通常是比较羸弱的，那么辛弃疾也应该是这种文弱的形象。
但实际上的辛弃疾却是身高体壮，两只大眼是炯炯有神，还有人说他是眼露青光。年轻的时候因为常年习武，所以说不出意料的话，应该什么八块腹肌、斑马线是应有尽有。即使是到了老年，感觉也像是我们见过的那些在街心公园里头从一早上起来就攀上单杠，然后开始大回环，一直到太阳落山还没有落地的那些感觉像是憋足了劲儿，总想飞得更高的老人家。我们都知道辛弃疾是一心北伐，但是呢，终身郁郁不得志。那么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应该是那种郁郁寡欢又悲伤的人。但是实际上，虽然他是壮志难酬，但是他自己的小日子过得也是精彩异常。他所居住的豪宅令人瞠目结舌。在辛弃疾的身边，除了他的大老婆范氏以外，有名有姓、有据可查的就有7位侍妾，而且这7位侍妾和他的大老婆相处的又非常的融洽，家里头可以说是和风阵阵，春意盎然。在这样和谐温馨的氛围里，辛弃疾一定是多子多福。没错，据说他总共有9个儿子，3个女儿。而且辛弃疾作为一个有文化的父亲，他在给孩子们起名的时候，确实也是下费了苦心。比如说他的3个女儿，据说起的名字都是辛弃疾种的菜的菜名，具体叫什么已经无法查实。我估计一个是叫洋白菜，一个是叫圆白菜，还有一个叫高丽菜，反正吃起来味道都差不多。儿子要继承他们辛家的香火，所以起名字要更加的慎重。辛弃疾有一个儿子就起了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叫铁柱，辛铁柱。这个名字又不禁让人想起了街心公园里的那条单杠，上面寄托了辛弃疾对于飞翔的渴望。也正是因为他拥有豪宅，妻妾成群，平时呢又是一掷千金，所以呢，就有人怀疑他是贪官。他一生中多次被弹劾，而其中的很多次理由都是因为一个贪。那么辛弃疾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武夫还是一个文人？他真的是贪官吗？他幸福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位辛大爷。如果在公元1140年的时候就有了护照的话，那么辛弃疾持有的一定是外国护照，他持有的是金国的护照。因为那时候距离导致北宋灭亡的靖康之变已经过去了13年，他所出生的山东济南那时候已经是沦于金人之手。辛弃疾是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他的爷爷父亲都是为官，他的父亲在金朝的时候也做了一个县的县令，但是呢，属于那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官员，并不是真心的效忠金朝。辛弃疾从小受他的爷爷辛赞的影响非常大，他的爷爷特别的给他取名叫辛弃疾，就是想让他将来要效仿当年汉朝的名将霍去病，一个叫去病，一个叫弃疾。辛弃疾出生的时候，南宋的军队呢正在进行北伐，而这次北伐南宋军队的主要将领就是大名鼎鼎的河南人岳飞。岳飞主导的这次在南宋绍兴年间的北伐战争，可以说是在南宋所有的北伐中距离胜利最近的一次。这时候的金朝呢，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将星凋落，唯一一个拿得出手的将军叫完颜宗弼，就是我们在《说岳全传》中提到的那位金乌珠。金乌珠这个名字是他女真语言中的发音。除了完颜宗弼这个名字以外，他还有另外一个汉姓，姓王，叫王宗弼。他是金朝开国皇帝完颜阿骨达的第4子，所以呢，通常称其为4太子。当时南宋的将领呢，应该非常庆幸遇到了完颜宗弼这样的一个对手，使得他们学会了怎样打胜仗。一般来说，一个将军要想成为名将的话，一定要身经百战，百炼成钢。但是完颜宗弼却建了一个独特的进修班，叫名将速成班。不管是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还是吴介，
他们和金兀术打过一仗以后，都变成了一代名将。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些南宋的将领们，如果他们没有打败过金兀术，那上街都不敢跟别人打招呼，而且还是不能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战胜金兀术，应该是以少胜多，这样才说得出口。所以那时候金朝的军队呢是节节败退。到了绍兴10年的时候，岳家军已经占领了朱仙镇，而金兀术弃守开封，逃之夭夭。开封城已经成了一座空城，可以说是唾手可得。也就是在这时候，宋高宗赵构的12道金牌把岳飞叫回了临安。岳飞临走的时候，不禁发出一声长叹：10年之功毁于一旦。其实高宗赵构之所以召回岳飞，其背后也是金兀术运作的结果。金兀术这个人呢，打仗确实是不行，战术上不行，但是呢，他是一个有战略思维的一个政治人物。他一下子就抓住了南宋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他们的皇帝高宗赵构。高宗这个皇帝是怯懦胆小，而且是没有主见，加上那时候又过于信任权相秦桧，最后竟然在军事上有利的情况下，和金国签订了一个非常屈辱的条约，向金国纳贡称臣。而且为了满足金国的要求，还在公元1142年在风波亭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了名将岳飞。金兀术虽然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但最终他是笑到最后的人。顺便说一下，金兀术还有一个次妃叫赵元珠，是宋徽宗的女儿，仪服帝姬。所谓帝姬呢，就是公主的意思。宋徽宗呢，觉得自己很有文化，认为公主这2个字呢太俗不雅，所以呢就改叫周朝时候的名称帝姬。这也仅仅是在徽宗一朝，在以后就没有这个称呼了。辛弃疾在父亲的指导下，从小就习文练武。等到他长到23岁的时候，已经是文武兼备。这时候正好金朝皇帝完颜亮大举南伐，征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导致民间是怨声鼎沸，各路义军是纷纷揭竿而起。这时候辛弃疾觉得自己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所以呢，他也拉起了一个2000多人的队伍。后来他又带着这支队伍加入了当时一支由耿京领导的规模更大的义军队伍。因为辛弃疾能文又能武，所以呢就被耿京任命为书记官，同时兼掌着大印。这个金朝的皇帝完颜亮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陵王，他是弑兄篡位，得位以后呢，大量的诛杀完颜的皇室成员，恨不得所有的皇族只有他配姓完颜，其他人都得改姓。改姓什么呢？姓完蛋。被他诛杀的也包括金兀术的一家老小。金兀术的妃子和女儿都被完颜亮充作了自己的后宫。完颜亮非常好色，他杀了这些皇室人员以后，把他们的妃子女儿全部纳入了自己的后宫。所以呢，他的后宫是一点不见外，都是一家人，什么婶婶呀、堂妹呀、堂姐呀，全成了他的女人。他之所以想攻打南宋，一来呢是想建立一个不世的功业，二来呢是有一个太监向他进言，说宋高宗赵构有一个妃子叫刘贵妃，姿色过人。而且呢，在看了刘永写的那首形容杭州的词“三秋桂子，十里荷花”，这样的江南美景越发使得安元亮更加的神往，所以呢，他就决定要大举南犯。宋高宗赵构这次也是真急了，可能是觉得完颜亮这次要来抢他的刘贵妃实在是太欺负人了，明明知道镇内方面已经不行了，还非要在伤口上撒盐，这不是趁我病要我命吗？所以赵构是一气之下也拎着鸡毛掸子冲了上去，南宋跟金国就爆发了一场大战。和辛弃疾一起加入耿京义军的还有他的一个结义的兄弟叫义端，是一个和尚。这是一个心术不正的和尚，看到辛弃疾得到了重用呢，他也很嫉妒。后来他趁辛弃疾不注意偷走了大印，就去投奔了金朝。辛弃疾知道了以后大怒，昼夜兼程，就追上了这个义端和尚。义端和尚看到宛如天神一般的辛弃疾站在他的面前，他知道自己不能敌，
只好跪在地上讨饶，对辛弃疾说：“我已经认出了你的真身，你不是人。”辛弃疾很生气，怎么这时候你还想骂人？异端和尚接着说：“不是骂你，我是说你不是一般人，你的真身是一只青鸟，力能杀人，请你不要杀我。”估计可能是辛弃疾性子比较急，还没有等他说完，只听到他骂人，就一刀下去砍下了这个异端和尚的头。青鸟是古时候的一种动物，类似于犀牛，准确的说应该是独角犀牛。现在中国应该是没有犀牛了，但是在宋朝的时候应该是有很多的犀牛。说起这个鸟字啊，还有一小故事，稍微的跑一下题，跟大家聊一聊。是说当年呢，乾隆皇帝收到一份来自于大金川前线的报告，说已经被俘的一位缅甸的要犯居然从狱中逃脱。乾隆皇帝非常的生气，就随口说了这么一句，说虎兕出于峡，归狱毁于肚中，是谁之过与？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老虎兕这样的猛兽从牢笼中逃脱，一块好好珍贵的玉却毁在了盒子里，是谁的责任呢？当时周围的侍卫呢是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皇帝说的是什么意思。只有一个侍卫躬身答道：“点首不能辞其责也。”乾隆皇帝一看，这个人有点学问，就问他：“你读过《论语》？”这个侍卫答道：“略懂一二。”从此，这个普通的侍卫就得到了乾隆皇帝的青睐，在那以后飞黄腾达。他就是日后的和珅。所以这个例子啊，就告诉我们，平时呢多看点书，没准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辛弃疾杀了异端和尚，重新赢得了耿京的信任。他又向耿京献计，说咱们应该与南宋建立联系，共图大业。耿京就欣然同意了，而且还让他去与南宋沟通。等到辛弃疾从南宋成功沟通回来以后，耿京却出事儿了。他被他手下的一名部将叫张安国的刺杀。张安国带领着义军就投奔了金朝。辛弃疾知道以后，二话不说就带着50名精兵直接去金军大营去找张安国算账。当时的金军大营是有5万人，50人对5万人。网上有很多的文章说辛弃疾带着50个人打败了金朝的5万人。这个呢，确实是有点夸张。一个人要杀1000人，这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些人伸着脖子让他砍，也能把他给累死。当然了，这些文章是想表现出辛弃疾超强的战斗力，但是呢，最好不要夸张，因为一夸张就降低了可信度。就好比说，有人说司马迁承受着被宫刑的痛苦，写就了不朽的名篇《史记》。如果是为了更加强调司马迁的毅力，改成司马迁忍受着无数次被宫刑的痛苦，写就了不朽名篇《史记》，那样的感觉呢，就是比较疼。辛弃疾应该是采用智取的方式进入了金军大营，劫持了张安国，而且辛弃疾还把张安国直接押到了南宋的都城临安。高宗赵构见到了如此英武，但却只有23岁的辛弃疾，是大赞了3声好，同时呢，又悄悄地把手里握着的鸡毛掸子不好意思地藏在了身后。辛弃疾是一举成名，得到了朝廷内外的一致称赞。赵构也给他封了一个差不多8品的官，不过是一个文官。这时候金朝已经撤军，因为完颜亮被他的手下乱刀砍死了。他漏杀的一个皇族成员完颜雍，在他南伐的时候称帝，就是历史上的金世宗。完颜亮手下的将军大臣们早就对他心怀不满，这次就趁机杀了这个淫乱的皇帝。顺便说一下，这个海陵王完颜亮和北京很有缘分，是在他执政期间把金朝的都城迁到了北京，就是中都。那应该是在公元1153年的4月21号，北京也就从那时起成了王朝的首都。辛弃疾进入南宋官场以后，很快就发现自己与这个环境可以说是格格不入。他的性格、行事风格和南宋的官场抵触的东西太多了，而且在南宋期间一直是把他当作文臣来使用，从来没有给他机会去发挥他军事上的才能。
唯一算是和军事沾点边的，就是委任他去江西平定一场茶商的暴动。最后他是成功的平定了暴动，但是当起军的领袖投诚的时候，他居然把人家给杀了。所以呢，这也使得南宋那些相信儒家仁爱思想的官员们对此是深为不耻。在湖南担任转运使期间呢，他还训练出了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称之为飞虎军。不过等这支部队训练好了，他又被革职了。因为他是主战派，而主战派的声音呢，在南宋朝廷中是越来越弱。其实啊，这想一想也很自然。当年岳飞带兵北伐的时候呢，经历过靖康之耻的那些宋人们还都活着，而到辛弃疾这时候，已经又过去了40、50年，又过去了1、2代人。统一中原的欲望也就变得越来越淡，而且在南宋朝廷中啊，很多人都认为他们没必要再去收复中原，因为他们认为中原这个地方已经被金朝的人祸害得很厉害了，即使他们收复了，也不可能去征收什么赋税，反而还要用南方的赋税来养活北方，加重自己的负担。所以呢，不如是偏安一隅，自己弄一个丰衣足食。所以希望保持现状的人非常的多。看到北伐的形势变得越来越恶劣，收复故土的梦想越来越遥远，辛弃疾呢不禁写出了这样一首词。他词里说的是怀春，实际上是对当前的局势发出的一声叹息。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总是担心春天就这样匆匆的离去，所以经常会埋怨花开的太早，何况到现在已经是花落无数。所以啊，他想告诉春天，跟他说，你先停一停吧，别走了。你没看见前面那么多的芳草，已经找不到归去的路，所以你就留下吧。南宋官场的那种纸醉金迷、歌舞升平那样的氛围并不属于他，他宁愿自己站在阴影里，就像这首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首词中的那个人，实际上是指的辛弃疾自己。在南宋官场沉浮了几十年，辛弃疾也已经不再年轻，但是他收复河山的豪情依然不变。所以呢，他会写下这样的词：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旋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似的卢飞快，弓似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直到了辛弃疾的晚年，他才得到了一次机会。那时候已经是宋宁宗时期，当时的宰相韩托胄锐意北伐，启用了辛弃疾，任命他为镇江知府。因为那时候镇江正好是处在南宋与金朝的最前线。当时辛弃疾再一次登上了北固楼，写下了如下的词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终南战未休。千古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但是很快因为跟韩托胄的意见不合，又被罢免。后来韩托胄被杀，朝廷又想启用他参与北伐，但是这时候的辛弃疾已经是垂垂老矣，疾病缠身。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大喊着杀贼杀贼杀贼，眼望北方，溘然长逝，咽下了最后一口英雄气。纵观辛弃疾这一生，他是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北伐的信念，不管周围的环境如何改变，他从没改变。在南宋的官场，他永远是一个另类，所以这也难怪他不断的被弹劾，而且理由通常就是2个，一个是贪，
一个是杀人如麻。关于辛弃疾是不是一个贪官，最早呢是由一位香港的罗教授提出的观点，认为辛弃疾是一个贪官。中国内地的宋史专家邓广志先生呢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辛弃疾建庄园也好，妻妾成群也好，出手大方也好，那是因为南宋朝廷本身的官员的俸禄就是非常的高，所以呢花的是他自己的钱，并不是贪来的。而另外一些学者在总结了辛弃疾曾经担任过的官职和应该拿到的俸禄以后，认为他的这些资产确实是有点来路不明，所以说他在任职期间应该是有贪污的嫌疑。辛弃疾的庄园呢确实是比较大，据说有10几个足球场那么大。这两派的意见呢也是争论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对这个问题呢，我是这样看，我觉得贪未必，但是呢，利用职务之便做些生意赚钱倒是很有可能。在史书上曾经记载过这样一件事，说辛弃疾的好朋友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朱熹曾经查获了一船的牛皮，后来知道呢，这船牛皮是辛弃疾派人押送的。当时朱熹就怀疑这些牛皮是用来走私的，因为他们是朋友，所以呢，朱熹呢也和辛弃疾说了这件事情，明确表示他怀疑这些牛皮是用来走私。后来朱熹还是把这船牛皮还给了辛弃疾，但是呢，就有其他的官员弹劾辛弃疾涉嫌走私。辛弃疾后来也因为这件事情又被罢了官，因为当时牛皮是属于战略物资，私人是不可以买卖的。当然，如果有权利的话，倒卖这样的牛皮是可以谋取暴利的。所以啊，我就怀疑辛弃疾可能是利用自己的职权做了一些类似这样的生意，他的一部分钱财也是源自于此。当然了，这些也只是限于我的猜测，也可能这船牛皮也是辛弃疾所要筹划的战略物资，因为那时候他正好担任的是湖北的安抚使。安抚使呢，在当时是负责当地的军政要务的，所以呢，调集一些军用物资也不是说不过去。这里我还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有时候我们会不自觉地溺爱自己喜欢的历史人物，把他们捧得很高，捧得很完美。其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辛弃疾为人处事的风格，也从来没有想做一个道德的完人。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人物，他有什么不足地方或者是污点，都可以指出来，这样呢也可以避免一些别有居心的人故意夸大扭曲这些英雄的形象。我相信辛弃疾绝对不会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蝇营狗苟的贪官，那些喝民血喝冰血的人。辛弃疾非常的痛恨这些人，他对这些人也从不手软，所以呢，也被那些提倡温良恭俭让的儒家人士们说成嗜杀成性，杀人如麻。还有一点想要说明的是，弹劾辛弃疾的那些大臣们，并不是都是一些奸臣佞臣，有些人的声望是非常的好，有些人也是主战派的，所以不能简单的以忠奸或者是派别来判断这些弹劾的对与错。不管外界有多少毁谤，但是辛弃疾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从来没有随波逐流，他永远是那么特立独行，永远不在乎别人是怎么议论他。他有时候也很自恋，他曾经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意思呢，就是说我看着满目的青山长得确实是非常好看，我相信青山见到我也会觉得我很帅。自恋如此也算是令人发指了。在他的老朋友朱熹病故以后，因为当时朱熹的理学已经被宣布为伪学，所以呢，以前那些把他奉为神明的弟子，还有那些同僚们，没有人敢去祭奠他，只有辛弃疾走了很远的路，来到了朱熹的坟前，亲自来祭奠，而且还写下了这样的话：“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邻里犹生。”这几句词写的是朱熹，其实说的也是他自己。所谓不朽，就是历经千年，他的精神，他的词句依然与日月同辉，他根本就没有死，就像有些人根本就没活过。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咱们下期节目再见。